高考前，妹妹冒充我给校草写了情书，她冷冷骂我，真恶心。我被所有人取笑，被霸凌1个月。高考当天，我的右手被砸断。考场上，我用左手答题，连试卷都没有写完。被人推下楼摔死后，我才知道，一切都是妹妹的计划。我到底哪里比你差啊？这么想高考，去地下考吧。以后，爸妈只有我一个女儿了，他们只会爱我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递情书的那天早上。妹妹满面羞涩，塞给我一封情书，姐姐，能不能帮我给徐佳？我笑了笑，放心，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。早自习前，3模的试卷发下来了，我分，妹妹徐妍分。徐妍在座位上小声抽泣，却在看到我经过时收起脸上的悲伤。她甜甜冲我一笑，我就知道姐姐最厉害了，爸妈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我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她呆愣了一下，大概没想明白，一向在意她的我，为什么连一句安慰也没有。徐妍长得娇小甜美，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惹人心疼。众人众星捧月般围在她身边，为她不平。没关系的，姐姐只是考得太好，一时高兴，没顾得上我啦。妍妍，你性格也太好了吧，徐一婉都这么对你了，你还要替她说话。她就是仗着自己成绩好，有什么可拽的？校草徐佳路过我的座位，冷冷瞥了一眼我桌上的卷子，成绩并不能决定一切。我在纸上演算数学错了的一道题，头也没抬。他在我旁边足足站了1分钟，最后咬牙切齿，徐一婉，你好样的。早操前，我借口身体不舒服没去。我记得重生前就是这一天开始，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校花陈念拽着徐妍的胳膊将她拉走。走廊的角落里，我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只要你让徐一婉无法参加高考，我会给你一个进陈氏集团的机会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有多嫉妒你的好姐姐。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爸妈眼里只有她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？最后，我听到徐妍咬牙的声音，好，我听你的。是的，徐妍并不是我爸妈亲生的，我是早产儿，从小体质就特别弱。普通人的感冒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灭顶之灾。2年间，病危通知书家里收了无数次，医生甚至断言我活不过5岁。爸妈背着我不知抹了多少次眼泪。徐妍就是那个时候被抱养回来的。爸爸的好战友双双出了车祸，留下了孤女徐妍。他带回徐妍后，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，所有人都对她很好。从小到大，只要给我买的礼物，必然有一份更好的是给徐妍的。妍妍，别多想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女儿。她考砸了，爸妈也会安慰她。爸妈不盼着你大富大贵，开心最重要。妍妍，只要你健健康康的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些话落在徐妍的耳朵里，却分外刺耳。他认为父母对他毫无期待，只对我这个病秧子姐姐寄予厚望。是的，我没像医生预料的那样过早夭折，反而顽强地活到18岁。这些年，我熬夜苦读，拼命学习，就是为了让我本该早早凋谢的人生有一丝可回味的记忆，希望爸妈提起我时能够满眼骄傲，而不是骤然红了眼眶。可这一点希冀也被徐妍亲手摧毁了。第1堂课前，徐妍忽然把我叫出去，她羞赧地低下头，试探地问我，姐姐，你不会对校草有那个意思吧？我推了一下眼镜，不会，我对徐佳没有半点男女之情。重生前的那个早上，我也是这么回答的。徐妍却抢白道，我一直都好羡慕，总觉得你和校草之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感觉。她看了一下我的反应，吐了吐舌头，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喜欢徐佳了，可他是学霸，我成绩又差，根本不敢和他多说几句话。那时徐妍红着脸把情书给我，托我转交。我安慰他，让他高考前不要想这么多，安心读书，等考完再说。他却扯着我的袖子撒娇，保证无论结果如何，他都会好好备战高考。姐姐最好啦，就帮我这一次吗？这一回，他红着脸将情书递给我。我看着他充满希冀的目光，笑了。放心吧，我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下午上课前，校花陈念路过徐佳的课桌，下一秒，
他不可思议地张大嘴巴，两指捏起一封粉红色的信封。陈念扬了扬手，引起众人瞩目。不是吧，这年头还有人老套到写情书这种东西？徐家不在，班上人议论纷纷。后排有个女生，语气酸溜溜的，这是谁写的？不知道我们的学霸是清北的料子吗？这种关键时期还这么打搅他。陈念走到他面前，不如你来读一下。那女生也毫不客气，三两下拆了信封。我站起身来，撕拆别人的信件不太好吧？陈念鄙夷地看向我，徐一婉，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不会这情书就是你写的吧？不等我说话，徐岩忽然插了一句，算了，姐姐别管了，好像我再要制止就显得欲盖弥彰了。那女生轻蔑地扫视了一遍信，阴阳怪气地开始念，亲爱的徐家，我对你爱慕已久，不知你可有过怦然心动的感觉，每个清晨醒来，但至少我喜欢你这件事。读到最后，她皱起眉头，落款是徐岩。徐岩腾的一下站起来，不可能，我根本没有写过这种东西。他的脸色青白交加，扭头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怨怼。这时候，徐佳沉着脸进了教室门，环视一圈，惜字如金道：无聊。他将情书撕得粉碎，当着众人的面丢进垃圾桶。众人一片嘘声。没想到啊，徐岩平时看着挺乖巧，这次这么大胆。哟，之前还说对颜值高的男生没有想法，还真是两副嘴脸呢。直到放学后，徐岩将我堵在学校门口。徐一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扯着我的书包带不松手，咄咄逼人。我叹了口气，苦口婆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往常分的作文你拿分，情书也未必能打动人。姐姐是真心想帮你，才写了一封新的替换了。他怀疑地看了我一眼，半信半疑地问，你没看我的？当然没有。面对他的审视，我目光平静。那时，因为情书上是我的名字，徐岩露骨的情话，让我成了众人眼里的笑柄。还年级第一呢，表面看着正经，谁知道对校草有这么龌龊的心思，还幻想抱着你入梦，恶心谁呢？事情发生后，我惨遭霸凌。书包里的血淋淋的死老鼠被逼着灌进喉咙里脏污的水，这些都只是他们的前菜。那时候，徐岩来关心我，我盖住书包里的死老鼠，怕吓着他，惨白着脸告诉他没关系的。徐岩红着眼，假惺惺地问我要不要告诉爸妈，让他们来学校一趟。我摇摇头安抚他，爸妈工作忙，就剩1个月了，咬牙熬一熬，等高考过后就好了。那时的我却没能发现他眼里一闪而过的幸灾乐祸。徐一婉，你的好妹妹怎么肯让你轻易解脱呢？晚上，我的收到了徐家发来的消息，又很快撤回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见我毫无回应，又发了一条，徐一婉，我只是不善于表达。徐家很快回道，其实我宁可今天那封信是你写的。他发完最后一条就撤回了。哦，是吗？我没有继续回复。记得重生前，因为情书事件，我被霸凌了整整1个月。徐家只当作没看见，甚至课堂上我被课本里恶心的东西吓得尖叫，他也视若无睹。最后，我的右手被人在巷子里砸断。出分那天，考得一塌糊涂。徐家挽着校花的手从我面前路过，他居高临下道：徐一婉，我终于赢了你。这3年，我回回考第1。徐家稳坐年级第2。我知道他心里不平衡，却一直将他当作可敬的对手。而现在，他不配了。我用徐岩笔记写的那封情书的确够含蓄，加上这次没有校花陈念的推波助澜，徐岩并没有遭受到我之前被霸凌的待遇。这2天，他不过是被人阴阳怪气了几句。晚上在饭桌上，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掉眼泪。吃完饭后，我爸找我谈话，语重心长的让我多关心关心妹妹。我点头应下，是应该好好关心她，否则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拟考试，我故意没发挥好，文综和英语刻意答错了很多道选择题，成绩从原来的年级第1退步到年级200多名。我从老师办公室挨训出来后，迎面碰上了徐岩。他这次的模拟成绩终于上了分。徐岩似乎等了我很久，吸了吸鼻子，
姐姐最近的压力是不是很大？再这样下去就要被我追平了。我挑了挑眉，相差200分也叫快追平。一旁路过的同学议论纷纷。听说考前动员大会，学校请了北大才子沈周，据说他当年也是咱们学校的学神。我看过采访，人长得巨帅。沈周吗？我的脚步顿了一下。我曾在宣传栏上看过他，北大历史系的才子，大二就因为能力出众，随导师单独做项目。谁也不知道，2年前学校换下优秀学生代表栏时，我看着地上脏污的篮板，小心翼翼撕下了那张照片，存放在抽屉的最下层。清冷与恣意尽数耐在少年的眉眼里。沈周曾是我晦暗岁月里的一抹微光。我之所以痴迷历史，也是因为他在一档栏目里漫不经心的一句话。历史也不总是胜利者的高谈阔论，那些掩盖于青史背后的故事，总有温柔的痕迹可寻。那时的我像是踏上一道长长的列车，买了票想要去亲眼看一看它。可是中途列车出了故障，我崩塌在破败的巷子里，在没有月亮的夏隙中。那时我便知道我没资格再见到他了。重生前的那次考前动员会上，沈周与我握手，我激动得连肩头都在隐隐战栗。他只是礼貌颔首，抿唇笑着讲加油。手掌抽离的时候，连指尖的温度也恰到好处。但是这一次，因为我成绩退步，5个上台与沈周互动的学生里并没有我。我只能在台下注视着，藏起不愿被人窥探的心思。一切似乎没什么变化。放学时，有个男生却神神秘秘找到我，说有人在学校外的天桥底下等我。我只记得天色斜抹过霞光，年轻男人的背影像是微寒的松石。他姿态随意，光沿着他高挺的鼻梁斑驳成明暗交错的模样。是沈周。我本以为是谁的恶作剧，心跳得厉害，转身就走。徐一婉。忽然他在身后叫我的名字，我回头，沈周薄薄的眼皮低垂下一个细微的弧度。徐一婉，他呢喃道，我在北大等你。直到回到家里，我都茫然无措，像经历了一场荒诞不经的梦。高考没几天了，我梦见高考前的那天早上，我喝下了徐岩递给我的那袋豆浆，随后浑浑噩噩被滴滴师傅带去了一处陌生的地方。刚一下车，我就被蹲守在那儿的混混扯进巷子里，想反抗，却抵不过周身的无力感，喉头发出微弱的呼救声。我哑着嗓子求他们放过我，别这样，求你们了。最后那些混混手里的砖头落下，剧痛过后，我的右手鲜血翻涌。那些人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醒来后，我几乎感受不到疼了，只知道我所有的骄傲在那一刻被尽数摧毁。语文缺考，后面的科目用左手答得很艰难。高考前一天，徐岩撒娇说只要爸爸一个人请假送我们去考场就好了。我和徐岩在一个考点，却不在同一个市场。我和姐姐一起去，也沾沾学霸的喜气。可是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却突然神色慌张，埋头在书包里胡乱翻找。爸爸问他怎么了，徐岩急的声音都带了哭腔的调子，我把准考证和同桌的拿错了，我们还不在一个试点。那我们先去换回来，再送你俩去考场，时间应该来得及。徐岩掏出手机，打断爸爸的话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替姐姐叫车了，不能因为我耽误姐姐的考试。我爸觉得可行，当机立断决定送她出门。徐岩却似忽然想起什么，折身回去，取了一袋盖子旋开的豆浆。姐姐，这袋豆浆就当妹妹预祝你旗开得胜。我爸摸了摸她的脑袋，语气欣慰，妍妍如今懂事了，今天一大早就去给你买了早餐。徐岩将手上的豆浆塞给我，姐姐，快喝吧。她死死盯着我，眼底深处藏着一抹阴沉。我笑了，10多年的相处，那封情书我还是给他留有余地，但是重来一回，他却依旧想要置我于死地。我爸把餐桌上的包子也拿过来，叮嘱我了2句，让我认真答题。为了让徐岩安心，我抿了一口豆浆，顺势出了门。我吃不下，只喝豆浆吧，你叫的车在小区楼下吧。我随口问了一句。徐岩果然安心下来，给我说了一遍车牌号，
一边催促着我爸快一点带他出发。下了楼，我找了个角落，将咽下去的那口豆浆拼命吐了出来。我也大概能猜到豆浆里面加了安眠药，虽然我喝的量不多，但我不想有任何差池。而后我爸和徐岩也下了楼，徐岩拖了一会儿，亲眼看见我将手中空了的豆浆袋扔进垃圾桶，又等我上了车，这才放下心，勾唇笑着对坐上车的我说：姐姐，今天要加油啊。车开了一会儿，司机师傅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，他皱眉：小姑娘，这一大早的就去周庄这种地方，我看你背着书包，今天是参加高考。也许上一世司机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，但那时我已经因为药效的缘故在车上昏睡了过去。我回以微笑，就在前面的药店下车吧，地址填错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下车后，我塞给司机200块钱，让他开到原本的目的地，说有朋友等着接。司机师傅爽快应下来。我去药店买了绷带和胶布，既然做戏就得做全套。徐岩，我很期待你心心念念的美梦落空的那一天呢。我站在路边打了很久的车，很不巧，显示都是游客。一番折腾耽误了很久，又正赶上早高峰。如果再等下去，我不敢想马路边上，我急得额头冒了汗。手机上滴滴的订单一直在排队，我一遍遍地招手，却没有一辆空车停下来。就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，眼前忽然驶过一辆倍耐力的机车。原本它行驶的速度就很慢，车主似乎在寻找什么人。下一刻，与我擦身而过的机车折身回来，恰巧停在我面前。车上的年轻男人摘下灰白的头盔，露出极漂亮夺目的一双眼。他气质冷淡。沈周看见我，沈周微垂了眼。恰好路过，要搭一程吗？他低头礼貌地冲我笑了一下。我从没想过会在这么窘迫的时候遇见他。我点了点头。上车的时候，周遭一切的兵荒马乱似乎在这一刻止息了。刚坐稳，沈周微微侧头，用温和的嗓音淡淡道：怕吗？我怔了一下，以为他是担心自己车速过快，于是小心翼翼扯着他腰侧衬衫的一角，攥紧了手指：不怕。沈周肩头顿了一下，轻笑：其实你可以抱得更紧些。话一出口，我与他都沉默了一瞬。仰头的时候，我正好能看见沈周衬衫后领露出一段白皙修长的颈部，随即他的耳郭微微泛红。沈周紧接着找补了一句：安全。我低喃附和，不愿细究背后的原因。机车速度很快，穿过马路、行人与湍急的车流。尽管知道沈周看不见，我却还是下意识埋了头，掩住自己发烫的脸颊以及指腹沾染的不属于自己的温度，仿佛做了很久的绮梦幻化成了现实，将长河尽头的两端牵成一线。考场上试卷都是熟悉的题目，其实就算重来一次，曾经做过的题目都谙熟于心，但我依旧不敢懈怠。晚上回去，我府一进门就看见厨房门口的妈妈惊呼一声：小婉，你的手怎么回事？我爸听见动静也从书房出来，看见我缠着绷带的手，倏然沉了脸：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都包扎了。我大幅度地将手晃了晃，表示自己真的没事。屋里只有徐岩死死盯着我的右手，一言不发。今天去考场的时候磕到桌角，蹭破了点皮，其实不打紧的。何况医生已经换了药，说不影响明天考试。安心啦，妈妈。徐岩忽然走过来，抱着我妈的胳膊撒娇：姐姐向来最知道轻重，都这样说了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在徐岩看来，我说没事是为了能继续参加高考，隐瞒伤情撒谎。他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拆穿我。2天的考试结束后，我借口考完放松，搬去闺蜜家玩一阵，当天便收拾东西离开了家。爸妈没有阻止，欣慰我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。高考出分的上午，爸妈打来电话让我早点回家。等我到家的时候，才发现家里的亲戚们一大早就纷纷上了门。我的手依旧包裹着纱布。妈妈皱眉询问我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手怎么还要包扎？我摊了摊手，无奈道：昨天和闺蜜做黑暗料理又切到了手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徐岩见状，面上划过一丝了然，却当着众人的面刻意装出一副心疼我的模样。哎呀，
幸好高考早就结束了，不然姐姐这下可算是毁了。徐岩按着我的肩头，让我早早入席，还说家里的亲戚都是为了我才赶来庆贺的。一番话说得动情又漂亮，亲戚们都说许久不见，我这个妹妹懂事了许多。饭桌上，众人七嘴八舌讨论我和徐岩的前程。以婉一向是年级第一，清北的苗子，你们夫妻俩以后可有福享了。饭桌上，舅妈夹了一大块红烧肉放进我堆尖的碗里，我勉强笑笑，并没有附和。一旁的小姨喋喋不休问我到底估了多少分，我摇头，成绩快出来了，估分也不一定准。小姨的笑容僵在嘴角。以婉飞上枝头做凤凰，也不能不认我们这帮子穷亲戚了呀。对比徐岩，却始终无人问津。他忍不住找存在感，姐姐，小姨毕竟是长辈，问你话你也不答，这会让人家觉得我们没一点礼数。我爸在一旁陪着笑，小婉一直是这种性子，不太爱说话。早年爸爸在部队里工作，免不得家里是我妈一个人拉扯我们。一个孕妇带2个孩子有多心酸，这些亲戚当初或多或少伸出过援手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看着小姨期待的目光，我缓缓道，大概估的分和平时差不了多少吧。有人惊呼，以婉的学校本来就是重点，和平时一样，那院校是稳了，清北也能冲一冲。这句话不知怎么地刺激到了沉默着扒饭的徐岩。忽然他冷不丁地拍桌而起，众人愣了一下。徐岩环视一圈，看着我，目露鄙夷，姐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肯和大家说实话吗？我妈端着水果盘走过来，见状呆愣在原地。她大概从没见过徐岩这副模样，有些忐忑。妍妍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徐岩冷笑，姐姐的手状况很差，高考那天恐怕连个完整的字都很难写出来吧。众人的表情充满探究。他义正辞严继续道，环清北大专都难，姐姐，我们今年也算成年了，何必非要一群人陪着你做这种美梦？徐岩的话让在场众人震惊。舅妈首先追问我，以婉究竟怎么回事？是，我瞥了她一眼，眼里暗淡了一瞬。高考当天，我的手是伤到了，不过并不影响答题。在所有人看来，我的表情已经默认了徐岩的说辞，只不过仍旧在嘴硬。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而沉默。我爸咬着牙，让大家先回家，之后成绩出来了，自然会一一通知大家。这似乎要上升到家丑了。众人都很识趣。小姨临走前，假惺惺地劝着我妈，照我说，那时我让她住我家，给我儿子考前突击补习，你非不让小婉去。要是答应了，我还不得亲自把她送去考场，也不会出这种要命的事了。有人边走边摇头感叹，以为是个文曲星，到底没这个命。所有人走后，妈妈抱着膝盖，先坐在沙发一角，眼圈悄悄红了。她十分自责，如果我当时请假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小婉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给妈妈说一声呢？我爸叹了口气儿，不容置疑道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该治就治，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。你放心，小婉，不论你做什么决定，爸爸妈妈都会支持你的。新建的暖流轻轻淌过，我将右手背在身后，安慰爸妈，其实真的没什么大碍，医生说不能见水，不能接触空气。妈妈，这个家里有一个大学生就够了。徐岩含笑打断我的话，我以后要是发达了，也不会忘记姐姐的。我爸有些不可置信，认真看了徐岩一眼，妍妍，你非要在这个时候往你姐姐的心头扎刺吗？徐岩怔了一下，笑得有些牵强，姐姐的手恐怕不能写字了，复读没必要吧。他说完这句，转头审视着我，眼里藏着一丝畅快。装都不打算装了吗？我抬头冷冷质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右手不能写字了？徐岩愣了一下，嘴硬道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？都考完这么多天了，姐姐连绷带也不敢拆。我嗤笑了一声，当着爸妈的面把绷带解下，白纱除尽，露出完好无损的右手。我走到徐岩面前，一字一句道，你和陈念串通的事，还有高考当天晚上的那通电话，我用手机录音了。徐岩的面上明显流露出惧意，结巴地问，你说什么？我没给他辩驳的机会，转身回房间，
从抽屉里取出之前换下的旧手机，调出了里面的录音文件。录音里传来徐岩气急败坏的声音：陈念，你不说你安排后续吗？怎么就联系不到那些混混了？电话那头的女生略带不满，反正徐一婉的手也废了，他们将事办成了就行。徐岩，安眠药我也下了，弟弟将人弄去周庄了，你当初说好事成之后让我进陈氏集团的。陈念嗤笑了声，语气鄙夷：蠢货，谁会要一个只考上3本的高中毕业生？还想进我家公司，白日做梦吧。徐岩，你什么意思？徐岩的声音尖利，那头的陈念却依旧漫不经心。还是你希望这件事传出去，被你亲爱的爸妈知道？最后徐岩只好妥协了。行，反正他右手都废了，连大专都上不了了，我爸妈不会对徐一婉再有任何期待了。这段录音播放完，徐岩整个人如坠冰窖，他咬着唇，沉默了很久，终于再也不肯掩藏眼里的怨怼。是，徐一婉，谁让你太优秀了，优秀到这么些年，爸妈压根不会看我一眼。你不过是废了一只手而已，而我失去的是10多年的挚爱亲情。凭什么你天生有父母疼爱，我的父母却在车祸里双双身亡？这本就是你们欠我的。他一口气将这些年的不满一一发泄出来，好似我们全家都虐待了他。我此刻才切实体会到了生米恩，懂米仇的意味。我语气平静，我得到的所谓的光环，本就是凭借自己的努力换来的。你成绩不好，爸妈也从没有亏待你，各种补习班都给你报上。你这么说我没关系，但你这种人不配指责我的父母。徐岩，你想要得到我拥有的，但你真的尽力过吗？徐岩听到我的话，不怒反笑，你一个废物，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教育我？他笃定我的手已经废了，家里有前途有未来的只有他一人，真够可笑的。徐岩一边认为爸妈只偏心我，一边却又认为大家对他犯下的错误可以无限包容。家里的座机忽然来了电话，一声接一声的急促。我爸本打算应付了事，结果接到电话的时候，他嗓音陡然升高，你们不会是打错了吧？而后电话一通接一通，听着那头的声音，我爸涨红了脸，挂了听筒，说北大和清华先后打来电话。他语气激动，以婉他是今年的高考文科状元。徐岩听闻，率先尖叫道：不可能，你明明右手都被砸断了，怎么可能考这么高？贼不打自招。那晚我爸将烟抽了一支又一支，直到烟盒里的最后一支摸空了。他沉默了片刻，才对徐岩道：我们照顾你到18岁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。下一秒，饭桌上的盘子被人突兀地摔在地上，汁液飞溅到徐岩的脸上。他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摔了碟子，浑身发抖的我妈。妈妈一字一句道：谁允许你对我的女儿做出这种恶毒的事？我爸神色动容，揽住他的肩头，一边安抚他，一边冷着脸掏出一张银行卡，甩在徐岩面前。这张卡里有6万，拿了这笔钱，从我家里滚出去。徐岩还要再说什么？我爸拍着桌子，再一次道：滚！从小到大，我爸在我眼里总是温和的，我从没有见他发过这么大的火。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来，父母对徐岩照顾有加，没有选择报警，已经是给他留了后路。做出这种决定，他们内心的难受只多不少。你们要我去拿？我能去拿？徐岩忽然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，最后他竟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，仰头扯着我裤脚：我错了，姐姐，你帮我求求爸妈，好不好？这是他惯用的伎俩，每一次只要做错事，都是同样的招数。我已经看腻了。徐岩语无伦次：姐姐，我真的知错了。我俯身看着徐岩满是泪水的脸，用力一点一点掰开他的手。晚了，徐岩。我在他耳边轻声道。我不是没有给过他机会，那句话对徐岩来说有如凌迟。他见我没有丝毫动容，起身擦干眼泪，捡起那张银行卡，冷冷丢下一句：徐一婉，总有你哭着求我的那天。返校的那天，徐岩没有来，老师们纷纷庆贺我。一婉，听说电视台之前去家里采访了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希望你能够坚守本心。那天的鲜花和掌声不少，人潮散尽，
我的心里却只落着一句低喃：徐一婉，我在北大等你。我填报了北大的历史系专业。回家的时候，却有一个人站在我家小区门口。小区门前的徐家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似乎是专程等我的。听说高考当天，校花陈念堵着追到他家门口。陈念扬言，要是徐家不和他一起，就谁也别考了。两个人拉拉扯扯，陈念拦在徐家父母的车前，以死相逼，场面闹得很难看。徐家甚至报了警。最后，陈念的一番折腾，导致两人的第一场语文考试双双迟到了半个小时。徐家没进城考场，最后无可避免地缺考一门。老师们纷纷劝他复读，他自己似乎也有这个打算。徐家看着我不说话，似乎在等我先开口。我蹙着眉，没理会他，准备从旁边绕过去。下一刻，却被徐家从身后陡然攥住手臂。徐一婉，徐家沉了眼眸，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他说完，抿了抿唇角，眼神失落。我要去复读了，你会等我吗？不会。我斩钉截铁回道，顺势堵住他下面的话，徐同学，我们之间应该还没到可以谈论这种问题的地步吧？徐家面色一正，他哆嗦着嘴唇，眼底划过一丝痛楚，忽然苦笑道：徐一婉，有时候我在想，当初那封情书如果是你写的，该有多好。我看了他一眼，静静一笑，轻声道：滚。徐家不可置信看着我，一脸愕然地呆立在原地。我抬头挺胸，扬长而去。要不是中火一次，我还不知道这个人还真能有两副面孔呢。漫长的假期到来，我用奖学金给爸妈的积蓄上添了一笔，给他们换了一套大一点的房子。我终于可以奔赴自己一直为之努力的地方了。这本是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。繁华过后，我忽然很想和那个我生命里的人分享，很想打给他，想要亲口说一声谢谢，但又很懊悔，当初竟连沈周的联系方式也忘了要。我翻出那张照片，在背面工工整整写下了一行字：沈学长，请等一等我。2个月后，北大新生入学，校门口人头攒动。忽然，那道熟悉的身影再一次撞进我的眼里。少年的脊骨挺拔，比雪松要凛，仿佛冥冥之中自有指引。沈周霍地转身，遥遥冲我招手。未名湖畔，我鬼使神差地问他，当初那些混混被抓，是你报的警吧？高考结束，我之所以选择去了闺蜜家，就是因为知道那件事也许没2天就会爆发。陈念和那些混混一通气，就会知道他们根本没对我下手。后来事态并没有像我预料那样发酵。入学前，我专门拜托父亲询问过，才知道高考当天那些混混就因为寻衅滋事被人报警送进了警察局。沈周怔了一下，轻笑：每一个有正义感的公民都有义务这么做。很官方的回答，也像极了沈周的性格，冷淡疏离。我心里莫名有些失落。下一秒，他却冲我笑着讲：其实我只是不舍得星星就这么坠落。年轻男人眼里的细碎的光，骤然灼灼，和我眼底的一般无二。沈周伸出手，唇边泛起笑意：已晚来日可期。来日可期。你们看过星星坠落吗？沈周想他是见过的。在东方漫无边际的天河一隅，在破败腐朽的巷子里，女孩过分苍白的脸庞像一朵即将凋零栀子花，可明明她曾站在母校的台上，明媚的更像一朵盛开的向日葵。那时她受高中母校邀请，在台上和几个年级前几名的学生握手。轮到徐一婉时，她循例说了一声加油，对方愣了一下，也冲她笑：好呀。那笑容太明媚，也太招摇。也是那一刻，沈周至于贫瘠空乏心头的那把琴，20多年头一次被人轻易拨动了弦。后来星星坠落了，命运仿佛用蒙太奇的手法将梦与现实结合在一起。他亲眼看见那个女孩倒在那个破败的巷子里，他每一声无助的呐喊与祈求，都似乎有如实质的在他的心头击凿出更深的悲痛。血色红的触目惊心，最后干涸了，也顺势凝成报纸新闻上的一行签字：徐一婉自11层高楼坠下。报纸上黑白照片上的女孩依旧笑靥动人。沈周胸腔震动，醒来时他甚至分不清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。
命运的长河无意将他们牵连在一起。徐以婉，他一遍遍地念着这个名字。再次受到母校的邀请，看见他的时候却是在台下。对于已定的历史，沈周从无意改变。这些年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发现史料记载背后的端倪，忠于私守于私。但是这一次，沈周自己也说不清，似乎有什么不同了。他只知道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地想要改变命运的既定轨道。沈周想，那朵命途多舛的向日葵不该凋零在破败腐朽的巷子里。长河尽头，星光何该永不坠落。